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流水线染血的胶布神仙顶的星，谭松韵用我和我的命撕碎甜妹。从甜妹到钢骨，谭松韵的荧屏逆袭。在荧屏上，谭松韵的名字曾与甜妹标签密不可分。从最好的我们中耿耿的青涩情书，到以家人之名中里尖尖的明媚笑容，她以娃娃脸和治愈系形象深入人心。然而，在优酷热播剧《我和我的命》中，谭松韵彻底撕碎了这一标签，用方婉之这个深漂打工妹的角色，完成了一次令人震撼的表演蜕变。这部改编自梁晓声同名小说的现实主义力作，不仅展现了个体与命运的激烈博弈，更勾勒出一幅中国经济腾飞背景下深漂一族的血泪群像。以下我们将从剧情、表演、主题、社会反响以及专家评价等多个维度，深度剖析这部作品的艺术魅力与社会意义。流水线上的血泪与逆袭，真实还原深漂生活，螺丝刀与胶布的细节。我和我的命以深圳龙华电子厂为开场，镜头聚焦于方婉之谭松韵式在流水线上的日常。螺丝刀在掌心磨出水泡，胶布缠了3层，血丝依旧渗出。日光灯管的嗡嗡声与组长的责骂交织，精准还原了工厂车间的压抑氛围。剧中一幕，方婉之凌晨4点抬头看向工厂天花板，眼神中既有疲惫又有倔强，这一细节让无数观众感同身受。抖音用户深漂陈岚发布视频，称谭松韵缠胶布的动作与自己当年在流水线上的习惯一模一样，引发百万点赞。剧集通过细腻的场景设计，将观众带入深圳打工者的真实世界，城中村的天台，夜校教室的吱呀风扇，台风天断跟的高跟鞋，这些画面不仅构建了故事的真实感，更成为深漂一族集体记忆的投射。影评人张晓华在南方周末撰文评价我和我的命，用细节堆砌出一座深漂血泪的琥珀，每一帧都带着生活本身的重量。3重命运线：天命、时命、自修命。原著作者梁晓声在小说中埋下的3重命运线天命、时命、自修命在剧中被具象化为方婉之的成长轨迹。天命是她出生于贫瘠的神仙顶，时命是她在深圳流水线上的苦痛挣扎，自修命则是她通过夜校学习、创业逆袭最终实现的自我救赎。剧中最震撼的一幕发生在董事会争吵戏，方婉之扯开衬衫第3颗纽扣，露出锁骨下方术后疤痕，怒吼：看见没？这就是我的命！他捅我一刀，我偏要笑着把刀拔出来。这一场景被网友称为年度高光时刻，优酷弹幕瞬间刷屏，谭松韵牛。此外，剧中对亲情勒索的刻画尤为刺痛人心。方婉之的亲姐带人堵在宿舍楼下哭嚎，当大老板了就不认穷亲戚。这一幕引发10万条弹幕共鸣，网友纷纷留言是我家亲戚的克隆人。当方婉之将存折甩在桌上，决绝地说最后一次买断这身血缘，深圳出租屋的收视率飙升至37%，成为2025年国产剧的收视奇迹。1.3 归途如虹，精神还乡的终极命题。剧集的高潮出现在方婉之的精神还乡。在上市庆功宴香槟喷涌的喧嚣中，她悄悄在后台签署器官捐赠书，带着收养的孤儿方妙妙回到神仙顶。镜头从深圳的摩天大楼切向葱郁山野，曾经出逃的女孩扛着英语课本和教学模型归来。她在坍塌的村小旧址建起新校舍，用行动兑现了奋斗半生的意义，是兑换选择归途的自由。这一幕不仅呼应了梁晓声在原著《飞页》的题词“我不信君子国，不认地狱说，只信伤痕结痂处能长出新翅膀”，更让无数观众泪流满面。
谭松韵的爆裂转身与群像的共情力。谭松韵从甜妹到时代符号。谭松韵在我和我的命中的表演堪称职业生涯的巅峰。褪去甜美滤镜，她以短发、宽大工服的造型亮相，剧组工作人员甚至感叹：这还是李尖尖吗？她在工地吞咽冷盒饭，指甲缝嵌着机油的画面，让观众彻底忘却了她的甜妹标签。尤其是在夜校背英语单词的场景，她借着路灯的光，眼神从迷茫到坚定的转变，被导演王伟称为教科书级别的微表情演技。影评人李明在电影艺术杂志中写道：谭松韵用方婉之这个角色，完成了从偶像派到实力派的华丽转身。她的表演不再依赖外在光环，而是用每一个眼神、每一次颤抖，将深漂女性的隐忍与爆发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群像塑造，女性力量与男性角色的去工具化。除了谭松韵，剧中的女性角色同样令人印象深刻。希望饰演的郝倩倩在海关仓库被假货贩子掐住脖子，仍死死护住报关单的画面，让外贸从业者集体泪崩。董卿饰演的李娟则以闺蜜身份为方婉之提供了情感支撑。二人在城中村天台树硬币的场景，被网友称为年度最暖友情戏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剧中的男性角色一改传统国产剧的工具人设定。高志廷饰演的夜校教师高翔，将深圳特区管理条例作为定情物赠予方婉之，象征着用知识与法律守护血汗钱的信念。王劲松饰演的商会大佬，则以一句商场不相信眼泪，但敬佩伤痕点题，展现了商界对奋斗者的尊重。这一句台词甚至被东莞某厂长印在员工手册扉页，成为现实中的励志箴言。生存哲学与时代精神的交响。梁晓声的生存哲学，命与路的博弈。梁晓声的原著以命为核心，探讨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抗争与选择。剧中方婉之撕碎神仙顶来信时喊出的命是爹妈给的，路要自己闯，成为贯穿全剧的金句。这不仅是个体对命运的宣战，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奋斗者精神的致敬。北京大学文学教授张一楠评价《我和我的命》，将梁晓声的生存哲学从纸面搬上荧屏，用方婉之的成长轨迹勾勒出中国底层奋斗者的精神图谱。时代群像，深飘血泪的集体共鸣。剧集以深圳为背景，真实再现了深漂一族的生存状态。从流水线的血泡到城中村的拥挤出租屋，从亲情勒索的道德绑架到创业路上的九死一生，方婉之的故事浓缩了千万深漂者的血泪史。华为前高管孙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方婉之的奋斗让我想起自己在深圳的青春岁月。这部剧不仅是谭松韵的转型之作，更是献给所有深漂者的精神史诗。从谭幕到现实的共振，《我和我的命》自播出以来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讨论。优酷弹幕中，流水线姐妹来看，命能改的呐喊持续滚动，反映了观众对剧中奋斗精神的强烈共鸣。抖音、微博等平台上，关于剧中细节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，尤其是方婉之缠胶布、追账本等场景，被网友反复截图分享，称其真实到让人窒息。与此同时，剧集也在现实中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深圳某电子厂在剧播出后组织员工观影，并发起奋斗者故事征集活动，鼓励员工分享自己的深漂经历。东莞一商会甚至将剧中台词"商场不相信眼泪，但敬佩伤痕"作为年度标语，激励更多创业者勇敢追梦。然而，剧集也并非没有争议。有观众认为，剧中方婉之的逆袭过于爽文化，与现实中深漂者的艰辛相比，显得理想化。对此，导演王伟回应："我们希望通过方婉之的故事，传递一种可能性，即便现实残酷，个体依然可以通过努力改变命运。"
艺术与现实的交汇。我和我的命不仅在观众中引发热议，也获得了专业领域的广泛好评。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李欣在学术论坛上指出，这部剧在现实主义创作上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他没有回避底层生活的残酷，却用温暖的笔触描绘了希望的光芒。谭松韵的表演为角色注入了灵魂，让方婉之成为2025年荧屏上最立体的女性形象之一。然而，也有专家提出批评。复旦大学影视评论家王强认为，剧集在处理亲情、勒索等敏感话题时稍显直白，缺乏更深层次的心理挖掘。他表示，方婉之与亲姐的冲突虽然引发共鸣，但过于戏剧化的处理可能削弱了现实主义的深度。结语：破命之光的时代回响。我和我的命以方婉之的深漂故事为核心，串联起中国经济腾飞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奋斗的微观情感。谭松韵用精湛的演技完成了从甜妹到钢骨的转型，赋予了方婉之这个角色时代符号的意义。剧中那块干硬馒头，那道术后疤痕，那本深圳特区管理条例，无不诉说着深漂者的血泪与荣光。当方婉之站在新校舍前看学生升旗，阳光下的眼角皱纹闪动着螺丝刀磨出的星芒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破命之光，更是千万深漂者共同托举的时代之光。正如梁晓声在原著中所写，伤痕结痂处能长出新翅膀。我和我的命用4000字的篇幅书写了一部属于奋斗者的精神史诗，也为中国现实主义影视剧树立了新的标杆。